玉峰哥，现在真的是骨牌效应完全出来了。伊朗这样子上街去抗议，没想到第一个倒骨牌竟然是中国的人民。他们现在搞一个什么？你不让我拿枪，你不让我把这些武器拿出来，没关系，我们自己做。对，其实你看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面现在流行什么，就代表他现在社会上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新的状况。你看伊朗到底撑不下去了，我相信大概2026年就完蛋了。所以呢，现在来讲，伊朗的东西已经传到中国大陆的风向，而现在的话，他们在网络上面有个顺口溜：武器买不到，我们自己造。这个东西来说的话，你会觉得这是小朋友在玩的吗？对，它 hashtag 就是写什么？写制造武器，然后呢，弄这个东西来说的话，你看这个感觉上面是有杀伤力的这么近距离的情况之下的话，它是一个连发的鱼叉弓弩，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种弹珠可以数十颗弹珠，然后呢，直接来攻击的这些东西，一个一个把它排好之后呢，你知道吗？甚至这个一次伤出去就是3只。你在过去来说的话，这些画面其实有没有相关的画面？对。可是呢，不会一下子变成热搜，一下子它会直接穿破那个板子，那是有杀人的。这个应该都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杀伤力。然后另外来讲的话，弹珠也可以放，而且他说你知道吗？威力可以轻松打过可乐瓶。可乐瓶是一个概念，什么概念呢？就像我们台湾一样，如果以前马口铁的袋子那种一开罐你打得过的话，那就表示说什么？你的杀伤力是超过20焦耳的，而这种是越远越重，然后呢直接给打穿的，甚至呢还有用这个自制的塑胶水管的复合弓。你这个复合弓，你看起来你会觉得说这是玩具吗？水管的复合弓。对，这几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鱼叉，然后呢刚才讲的这个滑轮弹弓跟这个塑胶水管。都代表什么意思？都代表这些影片其实有人故意在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你家里水管没有吗？对，水管肯定有吧，厨房没有，浴室有吧，随便拿出来，然后呢复合。其实你看它这个画面一动一动把它分解出来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，我在家里我就能做。我在家里没有这些东西，虽然没有水管也蛮奇怪的，但是呢，你去巷口或者小区的杂货店买不买得到？买得到。所以呢，这些东西打出去之后，你看整个可乐啪就喷发了。而这些东西来说的话，是冷兵器。可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，自制武器里面还有另外一个 hashtag 是什么？热兵器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你知道这种小型的喷火器你直接在现场来看的话，你会觉得，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好像是在拍一个视频然后玩耍？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把它的功率加大呢？你把它的功率加大，就不是打掉纸杯这么简单了。如果你把它功率加大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些空气换成什么瓦斯，那就是一个喷火枪啦。你喷火枪过去来讲的话，是不是在俄罗斯的战争上面常常会发现喷火这一次伊朗的这一事情，我们已经看到喷火枪，结果中国直接说你根本不就去买，我教你做。对，所以这些东西来讲的话，已经造成中国官方很大的一个压力。另外来说的话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写了一个东西，写伊朗为什么会出事？伊朗没有加入上合组织啊。如果呢加入上合组织的话，是不是对他们来讲的话就不会这么的惨烈？可是呢，也有一些人是讲出来一些真话。他说这个江峰指出伊朗的铁腕政权崩溃的话，那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可能中国人民也会觉醒啊！那你要想一件事情有人敢讲这个话，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风潮已经停不下来了。甚至你在中国大陆里面讲这个话，那你不就是主动的来挑衅党中央吗？我们来看一下，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要怎么做？要赶快的把这一种洗脑的文化继续吹出来。以前在那个过去来说的话，只要一有争议的话，你要干嘛？你要读这些毛语录。对。而现在来讲的话，不用读毛语录，读这个习近平的一个金句。他要什么？听习广播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习广播呢是在深更半夜竟然就开始出现了。看，我们要立党立国，要兴国兴本的不动摇根本，然后要坚持根本立国。这是1月9号的凌晨，还在睡呢。对，400多万的安庆市就放了习广播、习语录了。好，可是现在民众的话有反应了，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是吵到大家的一个睡眠。对，那这个东西来说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电视台就说这个其实是什么？是一个责任事故。它那么大的一个状况，那没有上面的领导
甚至讲难听一点，没有书记点头敢播吗？400多万人在半夜听一个习广播，对，所以呢，有人说这就是带风向。如果看到民众反应不激烈的话，那就继续播；那反应激烈的话，就找人变成一个责任事故，然后来甩锅，对吗？为什么刚刚这么多人把自制武器都拿出来，影片也全部都拿出来？哎，真的要翻的时候，那种真的需要东西，是那种态度、那种气势已经全部都出来了。而且我们常讲，看中国经济的时候，你看一个地方就好，你往外送员这个地方看。结果没想到外送员已经过得非常非常惨。结果今天这画面出来，整个中国的外送员都气死了。竟有6个交警，6个人在处理一个外送员，是压着打的。是现在中国面临了上层内卷、底层内耗的状况啊。自从中国去年底实施他们电动车的新国标政策，规定他们的电动车时速最高，你猜几公里？25公里啦。然后又要加装 GPS， 所以这个对于外送员来讲，当然压力就很大啦。对，所以很多这个外送员就不愿意遵守新的国标政策，照样骑他的电动车上路，因为他要拼他的外送的单数嘛。结果没想到，你知道外送员他抢着生活，但是这一些城管这些公安抢着，交警是直接拉着他的，没错，直接把他从机车上拽下来，然后6个人就把他压在地上。那这个外送员就撕心裂肺的大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那送外卖你们却抢外卖！”哇，让人家心里很不舍啊。那当然，我们刚刚讲外送员呢，他们除了在整个路上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以外，那这一些城管他们在抓这个外送员的时候呢，他们不止当街抓人，他们还出动了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出动无人机啊！对，居然出动无人机来抓外卖员，抓外送员，太奇怪了。所以他们就说，你有时间用无人机来抓外送员啊，不如来找我们的失踪人口。那当然，有些人就想要去问这些外送员最近过得如何啊？你知道吗？来，赵哥，我清稿力啊。2025你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？你起码会讲1、2件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这些人去问外送员说：“2025你上欢喜的代志是啊？”一共没有快乐的事，有这么悲哀？没有啥快乐的，没有快乐的事。大部分的外送员都这样回答。那接下来这个人再问说：“啊，你没有快乐的事？那请教一下，2026来赵哥，你有什么愿望？你起码会有发大财，发大财，身体健康，对不对？”他说：“没什么愿望，没有愿望。”你知道吗？没有愿望比不快乐更令人感到痛苦呀！这些人是生无可恋嘞。没错，已经面临到绝望的地步了。大家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不舍哈。那你知道，除了外送员有这样子的状况哦，我跟你讲，连送快递的也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了。最近中国有一本书卖的超好的，对，就是有一个外送员，他叫做胡安烟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快递员他写了一本书，他说我在北京送快递，他骑什么送快递，你知道吗？3轮车。对。然后他说啊，我跟你讲，我1个月平均工资啊，大概7000元，大概我们台币3万元，听起来好像尚可嘛，哈。然后但你知道吗？他一天工作要12个小时。然后他1个月要工作26天，最恐怖的是，我听了觉得无告恐怖。他说，你平均4分钟就要送出一个快件，所以你连吃饭、上厕所都是奢侈的行为。如果你还生病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那个月要被扣3000块，所以等于你半个月的薪水都没了。所以中国这一本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英文版去年10月发行的，结果国外人看了有没有？结果《泰晤士报》他怎么评论？他说这根本是21世纪的真正的奴役生活。没错，现在中国就是21世纪的奴隶。对，外送也太惨了。是现代版的悲惨世界哈。那你知道吗？他说他喝了3公升的水，但一滴汗都流不出来。艺术与想象力这样。他已经太热了，所以每天都是跟着不是一滴汗，他都没有去上厕所，因为他所有的水分都怎么样，经由汗腺去蒸发掉了，所以非常的恐怖。但我跟你讲，这个其实还不是中国真正的奴役生活，你知道吗？中国真正的奴役生活其实发生在卫环工身上，就是清洁工身上嘛。那刚刚那位外地员他其实因为他会写书，所以他可以把外地员的声音用文字诉说出来。对，但是很多清洁工，你说他这个人他在哭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为什么在哭？因为落叶太多，他才刚扫完，
落叶又掉下来，所以他的领导说：“你怎么没有扫？你是不是在偷懒？”这个伯伯，他50几岁的伯伯，他直接倒在地上痛哭。他说：“我不是偷懒，他是掩面痛哭，哎，胸干扣，因为他被质疑说他偷懒，实际上他根本就是有扫不完的落叶。但我为什么说他们其实才是21世纪的悲惨世界？因为来你看一下，我们刚刚说那个外地员，他月薪7000块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这个清洁工月薪多少？你看一下，1600元，这更惨了，台币大概是不到7000块，相当少。然后但一样，他1个月要工作26天，每天要8个小时，所以他的时薪只有7块多啊，你知道吗？7块多赚的比谁还少？你猜？赚的比行动电源、支付宝还少啊！行动电源1个小时就7块多了，你就租借一个行动电源，所以一个清洁工比不上一个行动电源，听起来实在让人家太心酸了。那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哦，那一个小时哦赚大概7块钱，到了超市只能买哦1盒猪肉和1盒2块5的牛奶，而这个猪肉还只是生鲜的，所以其实对这些清洁工来讲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。但我跟你讲，更令人心酸的不只是这个，还有连看医生都有分贫富贵贱啊！看医生有3、6、9等的，没错，3、6、9。医疗就相对比较平等吗？没错，之前你们一直在讲中国不是有医保社保吗？对，他有说他的医疗体系应该要很完整啊，但不对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中国现在也面临医疗资本化的问题。这个医生他说他要把客人，就是所谓的病患，分成低端跟优质哦。你看人家讲，你看我告港口的啦。他说低端的患者，你花1块钱，你要10块的药，100元的效能，还要1000块的服务，挑3拣4，你不满足他就拿医德绑架你。所以他说我不看你们这些低端的患者，对，他说他只看优质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优质的弯转摸港，只要你有真本事能够解决他的问题，我跟你讲，人家都不跟你 bargain 的，你的价钱合理贵点，人家心甘情愿买单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，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耀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